我的嫡姐是位穿越女，作为世家女之首，她追寻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贤王殿下费尽心思娶她为正妃，她盼我择一位心仪的夫君。最终，太子殿下向我许诺，此生只有我一位皇后，直到他登基为帝，与我举案齐眉3载。我却发现御书房暗室内藏着几百张别的女子画像，是丞相之女。嫡姐眼圈泛红，王爷也早已有了外室，他说只要他死了，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那日，嫡姐从城墙一跃而下，看着皇帝以贵妃礼仪将丞相之女迎入宫中，我想我也该走了。我嫡姐是京城最出众的女子，我们侯府没有剑拔弩张的姊妹关系。她教导我不要依附男子而活，她奉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嫁入王府后，与贤王琴瑟和鸣。我及笄后，嫡姐盼我择一位心仪的男子，而不是成为家族的棋子。长辈们想将我嫁入高门大户，可那些公子哥早已妾室成群。为此，嫡姐蹙紧了眉头。我们婷儿样貌出众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她的未婚夫必须只能有她一人，那些脏了身子的男子都打出去。彼时，太子萧若安上门求娶我，我与他自幼相识，他发誓此生只会有我一人。嫡姐考量萧若安许久，才点头。京中人人羡慕，称我们姊妹2人上辈子当真烧了高香。后来，萧若安登基为帝，我成了皇后，任凭前朝臣子怎么劝他广纳后宫，他都说只爱我一人。直到成亲第3年，我无意在他的御书房发现了一个暗室，暗室内有数不清的女子画像，画的皆是当朝丞相嫡女柳渊儿。萧若安借口微服出宫，我暗暗跟着她来到了京郊桃林，见着萧若安将一朵桃花簪在柳渊儿发间，我怔愕良久，眼睁睁瞧着柳渊儿红着眼询问：陛下，您何时才愿让渊儿入宫？萧若安心疼道：皇后善解人意，她定会接纳你，你且再给朕些许时日。她缱绻温柔地吻着柳渊儿，这幕如同刀子般剜着我的心。回宫后，我坐在观剧宫内，手中拿着萧若安曾赠予我的同心佩，上方还刻着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分离，多可笑。我知道帝王后宫只有一位妃子是很难的，既然这样，萧若安当初何必许诺我誓言？我当真了，可他却骗了我。等他回来后，我直截了当询问：你与柳渊儿是何时的事情？萧若安微怔片刻，没有反驳。皇后，渊儿等了朕3年，朕得给她一个交代。她入宫不会威胁你的后位，她温柔懂礼数，将来有了子嗣，朕也可以让孩子入你名下。我攥紧玉佩，心底泛起寒凉。京中人人都说，当今陛下对皇后极好，空置后宫，不求我诞下子嗣，就连有孩子也记我名下。爹娘让我别不识好歹，大臣们让我不要擅妒，可我与嫡姐一同长大，我一直知道她是个穿越女，在她那个时代，男女平等，只能一夫一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这儿女子为何就要牺牲自己去成全男子？世人要求女子守身如玉，为何男子做不到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定定地看着萧若安：陛下，臣妾不同意她入宫。萧若安愕然一瞬，脸色难看几分。殿内寂静片刻，她冷声道：皇后，你为何不能理解朕？你与渊儿同为女子，难道你忍心看着她一辈子得不到所爱吗？我呼吸微滞，见我神情不变，萧若安失望皱眉：皇后，朕怎么从未发现你这般善妒？我怔怔看着她，善妒？萧若安，你说我善妒？我对她没了尊称，可她此刻也全然不在意。萧若安眸中都是不满，拂袖离去。皇后，你好生想想吧。偌大的观剧宫变得冷清清，我的心也寸寸开裂。我若是从未对萧若安动心，那她要纳多少妃子都与我无关。可事实恰恰相反，我与萧若安相识在年少。那年上4节，先帝带着百官及家眷去承安寺祈福3日。夜里，我趁着嫡姐和爹娘都睡了，跑去观音殿，一边祈祷一边默念：弟子谢霆，想问观音娘娘，世间真有人愿意守着一个人终老吗？偌大观音殿，只有我的声音回荡：一个人终老，终老，老。风从窗外吹进来，让我觉得有些阴森。我哆嗦着想跑，听见了一声少年的低笑。傻，我与萧若安就这么对上了视线。他睡不着，出来晃悠，正巧遇见了我。萧若安敲着我的头，说我小小年纪就思春，不知羞。后来他以3书6礼10里红妆下聘，向我许诺铮铮誓言：阿婷，此生我定不负你，一心只爱一人。我笑着笑着哭了，以为自己向观音询问的话有了答案，可我却从来不知道，萧若安居然在与我深情定亲时，一颗心也落在了柳渊儿身上。男子的话当真不可信吗？嫡姐进宫看望我，听我说起时，眼底都是苦涩，都怪阿姐识人不清，以为萧若安会待你如初，没想到居然藏得这么深。嫡姐说起时，泪水连连。阿姐近日也发现
王爷早在外面养了一房外室，就连孩子都有了。男人果然薄情，婚前誓言说得好听，可成亲后心早就不知道飘哪儿去了。他自嘲笑了笑，我愣住了。毕竟当初贤王对嫡姐洁身自好，情深到令人动容。原来他也会变吗？难道说在这个时代，我和嫡姐的想法就这么难以容忍？嫡姐幼时和我说过不少有关他们时代的东西，在那里，夫君若爱上别的女子，妻子可以申请休夫或离，而男女婚嫁也是自由的。当时我们将这话说给贤王听时，他其实并不相信的。贤王曾深情款款地握住嫡姐的手，瑶儿，我对你忠贞，是甘之如饴。茶水凉了，嫡姐才缓缓开口，婷儿，如若某日阿紫走了，你一定要寻得自己的自由，后宫之争势必会存在。阿紫不想你陷入几女争一夫的困境中。我心中发紧，嫡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可我在问她时，她不愿再多说。眼看天色渐沉，我执拗的要送她出宫。萧若安没有限制我出宫的自由，所以我随时可以离开。等到贤王府时，就看见萧素牵着个5岁孩童等候着，孩童眉宇间很像她，黢黑的眸子带着懵懂。见嫡姐下了马车，萧素眼底闪过心虚，便示意孩子上前。子明，这便是母亲。我隔着车帘看见嫡姐脸色冷下，而那孩子还没走2步就大哭起来。父亲，她不是我娘，我不要认她当母亲。嫡姐忍不住嗤笑2声。王爷说笑了，臣妾哪来的孩子？萧素蹙起眉，低低呵斥孩子。子明，莫要胡闹，听爹的话。萧子明还是哽咽着，嫡姐眼底失望，却面色带着笑。王爷，你带着外室的儿子上门，是想做什么？萧素语气含带几分歉意。瑶儿，子明是我萧氏血脉，必须认祖归宗。我与谭儿商议了，让子明记在你名下，他日后就是你的亲子，我们还是和往日一般。啪的一声脆响，嫡姐一巴掌甩在萧素脸上，双目泛红。萧素，你竟这般羞辱我！除非你我和离，否则这外世子绝对不能进王府。萧素满目尽染怒火，她没想到一向温柔的嫡姐竟会对她动手。还没等她说话，王府外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跌跌撞撞地跑来，正是萧素的外室蒋檀儿。她跪在嫡姐跟前，磕头哭道：王妃，您身份尊贵，不愿让贱妾入王府没关系，但子明是王爷血脉，求您让他认祖归宗吧。你若是想要贱妾的命，贱妾可以双手捧上献给您。萧素心疼坏了，忍不住开口：檀儿。可蒋檀儿流着泪，不停朝嫡姐磕头，额头都渗出了鲜血，看着好不可怜。周围围观的百姓愈发之多，这2人的举动无疑是将嫡姐架在火上烤，让所有人都觉得她善妒。我按捺不住，下了马车，真是好一出逼宫戏码。萧素脸色一僵，朝我行礼：皇后娘娘。我没有理会她，径直走到面色煞白的蒋檀儿跟前，狠狠一巴掌打在她脸上。贱人，用苦肉计就想逼迫我嫡姐收下你的儿子，顺带将你纳入府中。我冷漠地看着萧素。贤王，当初你求娶阿紫的时候说的话可还记得？萧素脸色变化，袖中的手攥紧。我侯府中人没有菩萨心肠，别什么人都往阿紫名下带，脏了他的眼。嫡姐失去眼角的泪水，定定看向萧素。王爷，臣妾就等着您的和离书，亦或者臣妾写好送到您面前。萧素怔愣一瞬，接着就听见蒋檀儿怯怯的声音：王爷。他脸色煞白，摇摇欲坠着，好似下一秒就要栽倒过去。萧素连忙将人抱在怀中，皱着眉：皇后娘娘，这乃臣弟的家事。他的目光落在嫡姐身上，带着祈求：檀儿与我相伴多年，许她入府不会威胁王妃的地位，只要你在府中一日，便是唯一的王妃。夫妻5载，你应当可以理解本王。嫡姐对此嗤之以鼻，背脊挺得笔直。萧素，你了解我的性子，我谢咬眼底最是容不得沙子。萧素眸光冷下，语气不渝：看来是我这些年对你太过纵容，你忘了什么叫出嫁从夫。他不顾嫡姐同意与否，抱着蒋檀儿就要入府。他无名无分，这样做无疑是在给嫡姐下马威。蒋檀儿的小脸贴在萧素的胸膛前，他一双眸子挑衅地看着嫡姐，似乎在说嫡姐多么无用。嫡姐脚步踉跄，我及时搀扶着她，耳畔还有百姓议论纷纷，说着嫡姐善妒，又说王府多年没有子嗣，王爷纳妾也是应当。我吩咐侍卫将百姓驱散。阿紫，我担忧看着她，嫡姐拽住我的手腕，含泪道：婷儿，我想回家了。她想回到本来的世界。婷儿，这样负心薄情的男人，没必要多留在他们身旁。与嫡姐告别后，我回宫时都神游天外。她说只要她死了，就能回到本来的世界。我回到关雎宫，只觉疲倦，便让宫人守在殿外。可就在半梦半醒间，我听见榻前传来萧若安的叹息声。我听闻了，你去贤王门外帮贤王妃撑腰。
王府的家事你何必多管？他指尖抚过我的脸颊，贤王那外世子年龄不小了，总得顾及皇家颜面，将他收入府中。顿了顿，萧若安又说起自己，皇后，朕本也想与你守着共度一生，可在看见渊儿时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我心底涌起一股酸涩。这些年，京中显贵颇多，可唯有萧若安和萧素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甚至让不少人学着这般做。如今他们却想双双在那二色，我忍不住睁开眼，对上了萧若安祈求歉意的目光。皇后，我打断她的话，皇上，如若臣妾说此时遇见了想相伴一生之人，恳求您将他带进宫中，我们三人一同生活如何？萧若安脸色大变，怒喝：荒唐！身为女子，怎么侍奉二夫？三从四德难道都忘了吗？瞧着我戏谑的目光，她语气压低：皇后，你应当明白，女子与男子终归是不同的。我嗤笑一声，将玉佩拿出来放在她面前。陛下，从您求娶臣妾时，便知我谢家女儿都不能与别的女子共侍一夫，何况天子一诺，难道都是假的？萧若安怒极起身，眉头紧蹙：皇后，是朕未曾教导你何为妻以夫荣，夫为妻纲吗？说罢，他转身大步离去，只撂下一句：皇后好生想想吧，明日朕带渊儿进宫见你。我冷笑两声，多可笑，这两兄弟就连胁迫人的话都一模一样。等到第二日，柳渊儿来了，我却不愿见他，他倚靠在萧若安怀中，忍不住用紧怕拭泪：陛下，臣女不知何处了，惹怒皇后娘娘，都是臣女的错。萧若安满眼心疼：渊儿，这与你何干？是他心眼太小，朕又过于纵容他，才使得他这般不知轻重。朕要让你进宫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我在殿内听着这话，心底密密麻麻的刺痛。嫡姐曾告诉我，一个男人若是爱着哪个女子，定是容不得她受一点苦。如今我倒是看透了，萧若安如今对我何曾还有半分心疼？这个身心都守不住的男人，我也不要了。等嫡姐离去，这偌大的皇宫也留不住我了。3日后，萧若安再度来关雎宫，我没有再将她拦在殿外，而是主动迎她进来。萧若安对我的转变有些惊诧。阿婷顿了顿，她还是说道：渊儿是个好姑娘，朕决定。我笑了笑，直截了当道：臣妾同意您将柳渊儿收入后宫，以贵妃之礼册封如何？萧若安不禁愕然：皇后，你这是同意了？我温顺垂眸，先前是臣妾考虑不周，陛下广纳后宫，绵延子嗣，是国之幸事。萧若安没在我面上看出异样，动容地将我搂在怀中。你肯这样想便好，婷儿，你放心，朕会待你始终如一，我们之间仿若当初那般恩爱。可我明白，一切都变了。翌日，柳渊儿变成了萧若安的贵妃，向我请安敬茶时，她笑容自得：皇后娘娘，听闻您体弱，今后臣妾定当替您分忧，好生照料陛下。我接过茶，淡淡一笑：你明白就好。这日后，萧若安几乎日日歇在柳渊儿的宫里，人人都知这位贵妃颇得圣宠。这日，王府伺候嫡姐的丫鬟匆匆进宫，她急忙开口，双目通红：娘娘，不好了！我随着她出宫，就见京城街道议论纷纷。登上城墙时，我便就看见嫡姐站在城墙上，一身嫁衣是她当初嫁给萧素穿的。她化着桃花妆，泪眼模糊看着我：婷儿，我终于要解脱了。我满脸皆是泪水，颤着唇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此时此刻，贤王还带着那外室在京郊的庄子游玩，嫡姐眼底闪烁着异样的光，笑容凄美。婷儿，我在那个地方，家庭美满，学业事业有成。可自10年前遇见萧素起，我便心甘情愿留在这里多年。他自以为能用这段婚姻和王府困住我，却不知我本早就能离开。嫡姐的话让我泣不成声，我们都将一切赌在了男人身上，却都错付了。婷儿，走出去！嫡姐说完这话，展开双臂，自城墙上一跃而下。阿紫！我瞳孔剧缩，踉跄冲到城墙边，而绽开的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。我一阵天旋地转后失去了意识，再度醒来是在关雎宫内。我躺在床榻上，泪水沾湿了枕巾。嫡姐回家了，我应该为她高兴。我翻出假死药吞下，这是她离开前称用积分向系统换来的药，可让人陷入假死状态，持续1个月。我也要如嫡姐那样与萧若安死生不复相见。她在柳渊儿入宫时与我说：皇后，朕今夜歇在贵妃宫里，之后日日都会来看你。但萧若安食言了，她自那妃后来看望了我几次，可都还没进殿，就被柳渊儿用各种借口勾走了。服下药丸后，我拿着同心佩躺在床榻上，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上元灯节，嫡姐牵着我，手里拎着兔子花灯，迎面我们碰见了萧若安和萧素2人，四目相对，纷纷红了脸。在放河灯时，萧若安笑盈盈问我：婷儿，你许了什么愿？我故作高深，
说出来便不灵了。萧若安却用指腹刮了我的鼻尖，目光真挚，怎么可能不灵？婷儿，我此生唯愿娶你一人，你可愿成为我的妻？他说这个心愿他年年都说给了神佛听，可惜愿望说出来竟真的不灵了。关雎宫的灯火燃了一夜，我的呼吸越来越弱，直到最后没了任何声息。次日一早，太监慌里慌张闯进了启华宫。陛下，陛下出事了！萧若安正陪着柳渊儿用膳，见状蹙眉呵斥：何事？柳渊儿贴心为他轻抚后背。太监颤抖着唇，脸色煞白。皇后娘娘，娘娘应当是受了贤王妃之死的刺激。辰时有宫女发现不对劲，便去请太医，但晚了一步。萧若安一脸不耐，烦躁道：他又在闹什么？太监眼圈一红：陛下，皇后娘娘轰了！陛下！桌上的茶盏瞬间落地，萧若安不可置信地站起身，身形猛地一震，险些就栽倒在地。柳渊儿慌张地想要搀扶他，却被萧若安暴躁地推开。滚开！他怒气冲冲地指着太监，一脚踹在他的心窝上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谢霆怎么可能出事？一定是假的。可当萧若安匆匆赶到关雎宫时，只见着殿内跪满了宫人，太医院的所有人都来了，个个面露难色。我安静地躺在金丝楠木床榻上，脸色惨白，无一丝血色。婷儿，萧若安步伐4000斤重，艰难地朝我走来，他颤着手抚上我的脸，只觉冰冷，在触及鼻息时，竟什么也没有。皇后，婷儿，别闹，朕已经来陪你了，你醒醒可好？但回应他的只有满室的沉寂，我浑身气息全无，给不了他回答。太医院正见状，颤颤巍巍地说：回陛下，娘娘应当是忧思过度，身体早已垮了，昨日因承受刺激，才突发心悸，已经轰逝了。萧若安瞳孔一怔，愕然后退。怎么可能？他昨日听说我嫡姐跳城墙后，来守着我许久，见我无恙就离开了。因为柳渊儿说身体不适，他忙着去关心。这时柳渊儿也匆忙赶来，她面色红润，哪有丝毫不适。白皙的脖颈上虽然上了脂粉，却也能瞧见斑驳的红痕。见我当真没了，她怔住了，可面上却隐隐带着得意激动。萧若安跌坐在我的榻边，紧紧攥着我的手，恍惚间我竟感觉到有泪水落下。她居然为我哭了吗？都已经不爱了，又何必这么伤心？婷儿，朕错了，都是朕不好。萧若安颤声唤着我的名字，朕未曾想过欺瞒你。柳渊儿有些慌了，上前想去搀扶她。陛下，娘娘已经没了，你要节哀顺变啊！萧若安扶开她，怒喝：节哀！婷儿她没有死，明明她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没了？她双目猩红，俯身便将我搂在怀里。陛下，您身为九五之尊，怎么能触碰尸身？早日让皇后入土为安才好。萧若安听见柳渊儿这话时，双臂已经环抱在我身上，可我的身体早已经僵硬，她就连抱进怀里都很困难。萧若安彻底失去理智，事实告诉她，我早已死去多时。啊！萧若安悲痛地跪在我的榻前，柳渊儿愣了片刻，就梨花带雨地想去安抚她，岂料她刚触碰到萧若安，便被狠狠一掌打倒在地。都是你，若非你要入宫，婷儿怎会与朕闹脾气？滚！别让朕再见着你！他力道极大，柳渊儿白皙的脸瞬间红肿起来，她唇角渗出血，震惊看着萧若安：陛下，臣妾犯了什么错？这些年臣妾为你守身如玉，婉拒无数媒人，是您说会让臣妾入宫，难道那些誓言都是假的吗？臣妾对您一片痴情啊！我听着这些话，不由惋惜，原来她也是被花言巧语蒙骗了的人。柳渊儿身为丞相嫡女，自幼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丞相本想为她寻一门当户对的男子，但柳渊儿自一次宫宴后便对萧若安一见钟情，原本以为可以嫁入太子府，可是萧若安却对他说：我与谢霆自幼相识，情深不寿，我们之间不会再容纳第三人。但随着柳渊儿的次次表露真心，萧若安还是动心了，尤其在她为帝后，每每看着后宫只有我一人，就觉得当初不该轻易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。萧若安于这天下是个明君，可在感情上她辜负了我们。萧若安没有理会柳渊儿的撕心裂肺，她搬开我僵硬的手，赫然是一枚白皙的同心玉佩，而在我的身侧是一封早就写好的遗书。陛下亲启，他让所有人退下，直到整个关雎宫只剩他一人，才打开了信。信上字迹娟秀，写着：从今以往，勿复相思，相思与君绝。萧若安，此生相识，我从未悔过。可你背弃誓言，不愿放我离去，我亦不愿困于这朱墙红瓦间痛苦一生。待我死后，我不愿入皇陵，在苍山寻个风水宝地将我埋了吧，也算全我一个心愿。愿君安康，来生不见。萧若安看完，泪水滴落，晕染了墨迹。她慌张擦拭，可也无济于事。良久，才听闻她悲痛的低吼声：
你宁愿死，也不愿留在我身边。谢霆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萧若安攥紧信纸，目光落在同心佩上，他恍然想起，那是他向我表明心意时赠给我的。两人共戴同心佩，此生不相离。可他的那块又去了什么地方？萧若安双眸泛红，悔恨涌上心间，终究是没忍住吐出一口鲜血，重重晕倒在我的榻边。他向来是意气风发，光风霁月，这一生怕是最失态的模样，就是这个时候了。萧若安病重了，却撑着病体主持完我的葬礼。封棺那日，他哭红了眼，却竭力不让自己失态。我被葬入京郊苍山上，与皇陵遥遥相望。1个月后，我才在棺中睁开了眼。我用藏在发簪里的锐器撬开棺木后，在陵墓里摸索了一阵，才找到运棺材的匠人所打的盗洞离开。我乔装打扮，偷偷回到京城。彼时，萧素和外室讲坛儿游玩回来了。他想着，这些日子我嫡姐再如何也该接受现实了。堂堂贤王，那个侍妾不过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罢了。可萧素忘了，他曾当着满京城的人向嫡姐许诺此生唯愿娶她一人的承诺。直到萧素回王府，发现嫡姐的棺椁被摆放在大堂内的那刻，他僵在原地良久，萧素才回过神，跌跌撞撞地冲向棺椁。他抱着嫡姐已经快腐烂的尸身，撕心裂肺地痛哭。萧素不愿相信嫡姐已经死了，可无数百姓还有仵作都证实了这就是嫡姐本人。那日城墙上的场景至今萦绕在不少人心中。萧素看着她一身嫁衣，上面还有大片干涸血迹，崩溃哭嚎：“瑶儿，我们相识相伴数年，不过一个侍妾，你为何要这样？”他想不明白，一句承诺而已，为什么嫡姐这么在乎，走得这么绝情？可明明很早之前，嫡姐就曾说过，她留下来只是为了萧素。侯府子嗣众多，女儿更多是为家中牺牲的棋子。嫡姐自10岁那年来到这里，我是最先发现她异样的人。她一直找寻离开的方法，最终却因为对萧素动了心，也因为我甘愿留下。我站在王府外的人群中，不禁红了眼。嫡姐的发髻上戴着一根金丝缠绕的凤钗，凤凰栩栩如生，衔着一枚玉珠，这是当年萧素母妃所有，让她交给此生想要相伴的女子为信物。萧素曾说，瑶儿精才绝艳，与这凤钗最是相配。于是嫡姐如今穿着嫁衣，带着凤钗，最体面的离开。王府大乱，我转身离开了。嫡姐如今应该回到她口中那美好的时代了吧？嫡姐死后，王府没了主母，萧素又一蹶不振，偏生那蒋夫人和孩子又是个不省心的，日日用各种法子在萧素崩溃烦躁的边缘试探，想成为侧妃。萧素忍无可忍，拿着剑想杀了这2人。你休要再提此事，就算如今王妃不在了，你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王妃。也是在这时，他才终于意识到嫡姐在他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。萧素自请去治水患，日日用公务来麻痹自己，直到某日，他恍惚间看见河中嫡姐似乎在朝他招手。萧素跌入河中，好在被周遭的百姓救起，才捡回性命。那日，头发花白的年轻男子跪在河岸边，对着滔滔不绝的江水嘶声痛哭：“瑶儿，你回来，我知错了，求你不要丢下我。”可回应他的只有河水奔腾声。而这时，我已经坐到了渡口，此处可去往金陵。此处前往金陵得花几日？我询问渡口买干粮的商贩，见我一人，沉吟后才说，去往金陵得半月，姑娘只身一人，建议搭乘专门送官妇小姐的船舫，但我必须掩人耳目，不能暴露身份。思量后，我给了一个老船夫20两银子，乘小舟去往金陵。老船夫经验丰富，行舟平稳，可我仍旧吐得昏天黑地。历经半月的风餐露宿，在沉沉的睡梦中，我听见了老船夫的呼喊声：“姑娘，到金陵城了。”我钻出船只，只见不远处的岸边一派歌舞升平，我眼圈含泪，不禁感慨自己终于脱身京城。我租了个小院，雇了人，就这样安养下来。可我却发觉月信数月未来，寻个大夫诊断，才发觉已经怀了3月身孕。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，我最初是不知所措，缓过神后，我也渐渐接受。安养半年后，我平安生下了一个女儿，我为她取名清欢，今夕一何姓，重复皆清欢。我做着生意，开设商铺。3年后，在这金陵城，我有了最热闹的酒楼茶铺，来往商贩很多，时不时会带来京中消息。听闻贤王萧素1年前遭遇刺杀，重伤昏迷中，还在念着已是王妃的名字。他伤得很重，自此残了双腿，一蹶不振，只能当个闲散王爷。而他的侍妾蒋氏，据说因为一次辱骂先王妃，被贤王割了舌头，贬去了庄子上。至于孩子，
京中瘟疫没能熬过来。那夜我梦见了嫡姐，我看着她穿着干练的长裙，走在她曾和我说过的校园里，朗朗书声中，她教导着无数孩子知识。这一刻，我为她牵肠挂肚的心终于静下来。远在京城的宫中，萧若安自从谢霆死后，就患上了心悸的病症。他时常深夜惊醒，幻想谢霆还守在自己身边。柳渊儿眼见后位空悬，时常试探着想爬上那个位置，可萧若安对他早就没了好脸色。直到2年前，有人来报，京郊苍山的皇后陵墓发现有一处盗洞，看守的人连忙去查看，那盗洞通往的正是主墓室，而那些抬棺的匠人声称早已将此处封好。萧若安得知这个消息时，率人前去查看，却发现棺椁内是空的，他欣喜若狂。有人称是皇后的墓被盗了，但萧若安却坚信他的皇后没有死，因着墓中的财物并未损失。他找来最好的仵作，发现棺椁有从里面撬开的痕迹。自此，萧若安开始游历天下，四处寻找谢霆的踪迹。2年时间里，他终于在金陵城寻到了他。谢霆相比曾经，模样未改，更多了几分温婉和淡然。他牵着一个小女孩，萧若安眼圈发热，他怔怔走向谢霆。谢霆瞧见了他，一瞬怔愣后，只有几分淡然。他哑声道：“皇后，你骗得朕好苦。这日酒楼新菜肴上新，我特意带着清欢来品尝。岂料入夜时分，满城花灯悬挂时，我再度见到了萧若安。3年未见，她憔悴几分，两鬓竟然已经有了些许斑白。”萧若安急切地拽住我的手，与我回去，我仍可为你空悬后宫。柳渊儿，我将她赶出宫去，不会再来打扰我们。今后我们仍旧像曾经那样。他的声音引来周遭百姓的侧目，我后撤避开萧若安，眼含嘲讽：“萧若安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与你早已没了干系，你别在我这儿发疯，我还要颜面。”萧若安眼底泛红，颤抖着声：“婷儿，我可能没了理智，失去你的每日每夜，我都感觉无法再活下去。直到得知你没死，我才感觉抓住了希冀。男人一身华服，为了讨好我，字字句句都满是哽咽。他这个模样让我想起了那年上元花节，萧若安也是这样恳切看着我。我合眸笑道：“我早就释然了，萧若安，你的爱我要不起，也不想要了。”萧若安双目赤红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婷儿，与我回去。”我淡然打断他：“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决定不要你的吗？”眼见萧若安愣住，我继续道：“是在你的御书房发现那数百张画像，张张栩栩如生，没有什么怦然心动，全都是你年少悸动的之情。你早已对他情根深重。萧若安，你骗得了旁人，骗得了自己吗？在你与我立下誓言时，你可曾脑中会想起柳渊儿？”萧若安神情愕然，脸上是被揭穿心思的狼狈。他有些心虚慌张，别开眼的时候，瞧见在我身侧吃糖葫芦的清欢，他岔开话题：“这是我们的孩子吗？”没等我开口，萧若安就想将清欢抱在怀中，可下一秒就有一位清隽儒雅的男子疾步而来，将清欢扯开，递给他一个兔子花灯。我温柔笑道：“夫君。”清欢甜甜接过花灯：“谢谢爹爹。”萧若安怔愣住，脸色寸寸煞白。只见男子牵住我的手，看向萧若安的神情冷淡：“这位兄台，我的夫人和女儿便不劳你多费心了，我能许我夫人现世安稳，今生一人相伴，他便足矣。”萧若安呼吸几乎停滞，眼圈逐渐泛红，泪眼模糊中只能注视着我们消失在金陵的街道中。身后的侍卫询问是否要将我带走，萧若安眼中含泪，失魂般道：“回宫，夫君是金陵商人，在我初回金陵因疲倦晕倒时救了我，他知晓我的过去，却并不介意。这些年，他帮我管理商铺，陪我游走大好河山，待我与清欢都极好。他说自己也只想寻得一位知心人相伴足矣。”5年后，京城传来皇帝病危的消息，他自皇后离去后便未再立后，也无子嗣。临终之际，从宗族中选了一个德行上佳的孩子继位。他死后葬入苍山，与皇后的陵墓相邻。世人皆说皇帝对皇后情深，可错过就是错过了。